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汉语慢时光。今天我要跟你分享一个我至今想起来都觉得很好笑，也很感动的小故事。就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参加中国婚礼。我以前对中国婚礼的了解大概来自电视剧，烟花、红包、抢亲、哭嫁、十里红妆，各种热闹。但我心里其实一直怀疑，这些真的存在吗？直到那一天，我接到了朋友的邀请短信，我们下个月结婚，到时候记得来哦。我当场回复，我一定去，我想看看真实的中国婚礼。然后我按下发送，心里突然一紧，但是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参加。你知道第一次参加别人的文化大活动时，那种怕搞砸的焦虑吗？我光是选衣服就想了3天。我问中国朋友，你们婚礼有 dress code 吗？我需要穿礼服吗？红色能穿吗？白色能穿吗？我会不会抢新娘的风头？朋友沉默3秒，说：你穿的好看一点就行，至于颜色，别穿白的就好。然后他补充，也别穿黑的，还有全红也不太行。算了，你穿个粉色吧。我当时满脸问号，所以到底哪些能穿？顺便告诉你，在中国婚礼里，喜庆颜色叫喜庆色，不能穿白，不能穿黑，是因为白色在传统里偏肃静，黑色偏正式，但太冷。粉色、浅黄色、米色这些都很安全。婚礼当天，我提前1个小时出门，因为朋友说接亲8点开始，你要7点半到新娘家。我心想，结婚这件事难道是跟太阳赛跑吗？我叫了一辆车，司机一听我要去婚礼，瞬间热情起来。哎呦，去参加婚礼啊？你是伴娘吗？我摇头，不是，我是来观摩中国文化的。他笑得更大声了，那你可有眼福了，今天你会看到抢亲呢。我问，真的会抢亲？当然啦，我们这里的婚礼热闹着呢，要堵门，抢新娘，发红包，闹新郎，可有意思了。司机说的越兴奋，我就越慌。我感觉自己不是去参加婚礼，是要加入一个大型民俗实验现场。车一停下，我就被眼前的场景镇住了。新娘家门口挂着巨大的红布条，写着百年好合，门上贴着大红喜字，院子里站着一堆亲戚，每个人都像从电影里走出来的婚礼 NPC。 还没等我思考，一个阿姨就快步走过来，一边笑一边抓住我的手。哎呀，你是新娘的朋友吧？快进来，快进来，别站外面凉着，来喝杯热茶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一杯温温的红枣茶就被塞到我手里。同时，一个小男孩凑过来，把一把喜糖塞给我。姐姐，你吃，吃了有福气。我突然意识到，中国婚礼的一切，从走进门那一秒开始，就已经是热闹的一部分了。我跟着阿姨进屋，一进门就听到房间里传来尖叫式的笑声。我心里想，发生什么了？走到新娘房间的门口，我彻底懂了。原来新郎还没到，但伴娘们已经在准备堵门游戏了。桌上摆满了纸条、红包、任务卡，像一场策略会议。一个伴娘把我拉过来，小声说：等会儿你站在这儿看，不要离太近，新郎要闯关，到时候可能会有动作戏。
动作戏！我以为婚礼最刺激的部分是交换戒指，没想到是接亲闯关。8点整，楼下突然传来一阵汽车喇叭声，像是在暗号 BOSS 来了。伴娘们立刻进入备战状态，红包准备好了吗？任务卡拿好，锁门锁门。新郎上楼时气场很强大，一脸我要娶我老婆的坚定，但他没想到门后面是一群有备而来的伴娘。第一关，说出你和新娘第一次约会的地点、时间，还有她那天穿什么。新郎犹豫2秒，伴娘们立刻大喊罚，俯卧撑20个。第二关，写一封30秒的情书，现场朗读。新郎写得乱七八糟，伴娘笑到不行。第三关，唱歌，用深情的方式。他唱得太难听，被要求重唱。我站在旁边，全程像在看综艺节目，连我这种第一次参加的人都被欢乐的气氛感染到不行。堵门，新郎来接亲时，伴娘们考验新郎。闯关，通过任务挑战。红包，小小礼金象征祝福。闯关大概持续了20多分钟，当新郎终于拿到钥匙把门打开的那一刻，新娘坐在床边，穿着礼服，笑得特别羞涩。新郎冲过去牵住她的手，整个屋子瞬间安静了2秒，然后爆笑、欢呼、掌声一起炸开。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这些吵吵闹闹不是闹着玩的，它像是一种仪式，一种我们要把你娶回家的庄重方式。门打开之后，新郎牵着新娘的手，整个房间那种终于成功了的气氛一下子变得特别温暖，特别甜。我站在角落里看着，都忍不住心里感叹，哎呀，中国婚礼这前奏也太热闹了吧，这才刚开始呢。接亲游戏结束后，新郎把新娘背起来，对，你没听错，是背着往门外走。我当时心想，原来电视剧不是骗我的，中国婚礼真的会背新娘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个动作叫做背新娘，象征以后我来扛着你。哎呀，这仪式感真的很甜。新娘的小高跟鞋拖在新郎手里，他整个人笑着趴在他背上。旁边的人边拍照边笑得停不下来，我跟在后面，被气氛感染到心口都暖暖的。楼下早就围了一圈亲戚、朋友，还有邻居阿姨，每个人都端着手机，像在拍明星红毯。我一出门就听到几个阿姨在说，哎呀，新娘太好看了，新郎背得稳不稳啊？快快快，别挡着，我要拍视频呢。我站在队伍里，整个人都处于一种，大家这么热情是正常的吗？还是这就是中国婚礼的标准气氛？等到我们终于到达小区1楼，看到了最震撼我的部分，车队。外面停着装饰的超级夸张的婚车，车头绑着那种你在浪漫电影里看到的巨型花环，粉到发光。我站在旁边看着，心里感叹，哇，真的好像偶像剧拍摄现场。婚车在院子外排成一整排，头尾看不到，红色丝带、气球、花束，车头大蝴蝶结全部挂得整整齐齐，像电影里那种盛大但不过分浮夸的场面。司机师傅们都站在车旁，精神抖擞，他们一看到新人，都开始吹喇叭庆祝。
一辆吹，全部跟着吹，一下子整个村子、整条街都知道今天有人结婚啦。作为第一次参加的人，我真的被吓到。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要参加嘉年华游行，而不是婚礼。新郎这时候突然像换了一个人格一样，从紧张小青年变成主持人一样的状态。大家上车了，伴娘们坐这边，兄弟团那边，快快快！有个伴娘跟我说，你坐第3辆，不要坐第1辆，也不要坐最后1辆，中间最吉利。啊，这个还有规定的吗？他点头，当然啦，中国婚礼讲究多着呢。吉利 lucky 有好寓意，我默默理解。中国婚礼的规矩不是麻烦，是祝福的一部分。后来想想，确实挺有意义的。我被分配到和伴娘一起的位置，伴娘跟我说，婚车真的不是随便坐坐的，它是摄影棚移动版。还没有上车就发现摄影师就贴着婚车窗户。来，新娘看我这边，新郎牵一下手，新娘再笑一下，再自然一点，对，就是这种幸福的感觉。我站在旁边，完全不知手要放哪里，只能假装自己是空气。摄影师突然对我说，你也可以自然一点，放松。我心想，哥，我已经放松到灵魂出窍了。车队启动的时候更夸张，我觉得自己坐进了一部高速移动的电影。我第一次见到几乎能让交通停摆的车队阵势，全是一排同款颜色、同款车型，按着喇叭，隔着车窗互相招手，场面有点像赛车游戏的开场动画。婚车里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，开始聊天。司机师傅一边开车一边跟我说，你抓稳啊，婚车队伍可不能掉队的，我们得紧紧跟着前面那辆车，中途不能被切队，不然不吉利。我听到这里，内心只有一个想法，原来中国婚礼也讲究团队协作，这简直是婚礼版的赛车游戏啊！一路上，车队按节奏鸣笛，路边的人纷纷停下来观看，小孩子在原地跳着喊，哇，新娘新娘！司机很有经验，一边看路一边对我说，咱们今天是好日子，不着急，但是不能慢。你听听这句话，听着像哲学金句，人生可以不着急，但不能慢。伴娘看着我，有点累，有点兴奋。第一次参加中国婚礼是不是很冲击？我立刻点头，比我第一次坐过山车还刺激。她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一路上大家讲各种接亲过程中遇到的搞笑故事，有的新郎被要求做几百个俯卧撑，有的要唱10首情歌，有的被要求用嘴叼纸条传给新娘。有人说，你刚刚算是难度最简单的。我心里默默庆幸，谢谢上天，谢谢红包制度。司机大哥突然说，前面到了就是酒店。那一刻我才意识到，刚刚我们经历的只是上半场，真正的婚礼仪式、敬酒环节、主持人全程控场的表演，全都还没开始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想着，好吧，中国婚礼我准备好了，第2回合开始。到达酒店时，我差点以为到了电影拍摄现场。酒店门一打开更夸张，门口立着2个巨大的立牌，新郎新娘放大10倍的婚纱照，笑得非常甜，甜到我觉得我刷牙都刷不出来这么干净的笑容。
一条长长的红地毯一直铺到宴会厅门口，两边是冒着香气的干冰，像是随时要走秀一样。我站在那儿犹豫了3秒，我是该走红毯，还是从旁边溜过去？旁边一个婚礼工作人员看我愣着，以为我紧张，安慰我：没关系的，跟着大家走就行。我想说，不是紧张，是怕抢了新人镜头。进去后更震撼，灯光像演唱会， LED 大屏像春晚，音效像我手机开到了 Max。 我觉得我不是来参加婚礼的，是来参加一个大型品牌发布会。我今天还被安排去新娘休息室帮忙的任务，这个任务太让我兴奋了。房间一开门，我真的被亮瞎，里面灯光超级明亮，桌上摆满口红、粉饼、喷雾、补妆工具，还有一堆可爱的婚礼配饰。果然，刚坐下没5分钟，新娘要准备换造型。新娘正坐在椅子上补妆，旁边3个化妆师围着她。她看到我，笑得特别开心。你来啦！我走过去，轻轻握住她的手，心里忍不住感叹，她真的好美，那种幸福会溢出来的美。化妆师见我来了，还笑着跟我说，你朋友今天状态特别好，你看她一直在笑。新娘害羞地说，今天是我最重要的一天嘛。我第一次亲眼看见婚礼化妆师全力输出模式，3分钟一个发型，10秒钟一个发卡，还要迅速绑住婚纱的紧身带。我在旁边递东西递到怀疑人生，感觉自己像是个手忙脚乱的实习生。好不容易准备妥当，新娘站起来，美得像滤镜开到最大。婚礼开始前，主持人冲进来找我们对流程，那速度和精确度完全是交响乐指挥家级别。音乐起的时候往前走2步，花筒从中间过，你们千万不要挡到摄影机的轨道，知道吗？那一刻，我忽然意识到，接亲的闹腾，车队的喧闹，亲戚的祝福，其实全部都是为了此刻，为了让这个女孩感到被爱、被守护、被重视。这时，工作人员敲门，新人准备啦，新郎要来迎接新娘。我站在新娘的身后，看着她慢慢站起来，扶着裙摆，整理头纱，突然有一种电影般的感觉。当一个女孩准备走向婚礼那一刻，她整个人会变得有一种独特的气场。走出休息室，主持人已经就位，音乐准备好了，迎宾人员在换灯光，整个现场像一台精密运作的机器。我站在侧边，心里只剩一句话：哇，中国婚礼的仪式感真的不是开玩笑的。我们终于浩浩荡荡地往婚礼现场走。我那天第一次真正感受到，原来中国婚礼不是一场仪式，是一场大型团队合作运动。新郎的婚纱又大又蓬松，一步一个小心翼翼。我在旁边扶着裙摆，生怕踩到价值不知道多少人民币的蕾丝。旁边一个伴娘小声提醒我，等下要慢一点，不然裙子会被卡住。我连连点头，心想，对对对，这不是婚礼，这是携带易碎品的搬运作业。来到婚礼现场的门口，仪式也要正式开始了。灯光一暗，音乐一响，新郎和新娘从舞台后方慢慢走出来。全场哇了一声，那一秒我居然有点感动。看着新娘笑，我突然意识到，
这是他人生中最漂亮的一天。然后，感动只维持了12秒，因为主持人突然讲起了长达3分钟的爱的宣言，煽情到我差点以为他才是新郎。我站在旁边努力憋笑，怕破坏气氛。接下来是交换戒指、拥抱、亲吻环节。摄影师一直在喊：再靠近一点，再靠近一点，对，再亲一下，再来一个更自然的。我心里想，哥，你这是婚礼，不是拍 MV。仪式总算进行到结束2个字时，主持人突然话锋一转：大家不要走，我们的重头戏马上开始。敬酒环节。重头戏，我那时还太年轻，不懂这句话的分量。仪式一结束，新娘来不及喘口气，就被化妆师拉去换第2套礼服。我跟着进去，发现每个婚礼的化妆间都像战时指挥部，桌上摆满了粉饼、定妆喷雾、耳饰、头饰、备用头饰，甚至还有能量饮料。新娘一边换礼服，一边吸着吸管喝饮料。我当时真的被震撼到，这是要比赛吗？要补能量的吗？直到后来，我看见新娘穿着高跟鞋，拿着酒杯，一桌一桌敬过去，我意识到真正的体力活来了。5分钟后，新娘变身第2个造型，漂亮的像动画里突然亮光的那一幕。刚一出来，就听见主持人洪亮的声音宣布：现在进行我们的敬酒环节。然后我眼前出现了一个壮观的队伍，新郎、新娘、双方父母、伴郎、伴娘、摄影师、摄像师、灯光师，10几个人，像一支要巡逻整个酒店的队伍。我小声问旁边的伴娘：我们真的要这样一桌一桌走吗？她轻描淡写：对啊，100多个人呢，慢慢来。100多个人？第1桌还挺轻松的，大家都在夸新娘、祝福、拍照。到第2桌开始，我就发现事情不简单了。每一桌都有那么1、2位热情的大叔，一定会拍拍新郎的肩膀说：来来来，喝一个，今天不醉不归。我站在旁边看着新郎苦笑，那表情就像是在说：我当然想归呀，但我不敢醉呀。新娘喝不了酒，于是我被作为代表派上场。每到一桌，我都要举杯，我代表新娘喝一点哈。第1杯我还优雅，第2杯我开始怀疑，第3杯我突然理解了为什么婚礼要上午开始，因为喝到晚上谁都没力气。最难的不是喝酒，最难的是聊天。有些长辈特别喜欢问问题，还都是那种让你不知道从哪里回答的问题。例如，你是哪里人呀？多大啦？结婚了吗？什么时候轮到你啊？有对象吗？没有？哎呀，那我给你介绍一个。我心里默念：阿姨，我今天只想好好活着到最后，不想相亲。走到第4桌，我已经开始头微微晕了，但摄影师突然冲到我面前来一句：你靠近一点，你刚才挡到我镜头了。什么？我一脸的问号。我这才发现自己还兼任移动背景板和临时演员。终于敬酒完了，我觉得自己像刚跑完半场马拉松，刚坐下，菜就开始上了。第1道4冷盘，我看着桌上的海蜇、卤牛肉、凉拌鸡丝，感觉自己被吸引过去了。正准备夹菜，旁边的叔叔说：别急，后面更好吃。我心想，难得有人阻止我吃东西，也太了解我了。第2道佛跳墙，第3道鱼，第4道虾，
第5道排骨，第6道鸡，第7道还有什么什么鸡。我甚至有点怀疑，今天半个省的鸡是不是都来参加婚礼了？但我最震撼的还是上菜是没有上限的。你吃到一半以为结束了，结果服务员又端来一盆冒着热气的大菜，就像在说，别想走，还没完呢。吃到中间，新人又被叫走拍照，我们也跟着奔来奔去，拍撒花的，拍敬酒的，拍甜蜜对视的，拍看向远方的。我甚至觉得摄影师可能比新人还累。终于，等所有仪式结束，我看见新娘站在原地不动。我走过去问她，你还好吗？她深吸一口气说，脚麻了，我站不起来。我扶着她，看着新娘的礼服裙摆上沾了几粒米，几片花瓣，还有一点点不知道从谁手里掉下来的瓜子壳。我突然想笑，原来婚礼不是浪漫，是耐力比赛。但新娘还是笑着说，今天真的很开心。那一瞬间，我突然明白了，中国婚礼虽然吵，虽然累，虽然繁琐，虽然喝酒喝到怀疑人生，但它热闹到让人觉得被那么多人祝福是件幸福的事情。说实话，第一次参加中国婚礼，对我来说就像体验了一场文化过山车。一开始我以为婚礼应该是安静、浪漫、慢节奏的，结果接亲像打仗，婚车像车队，敬酒像巡逻队，吃席像无限量自助餐。我在心里默默感叹，原来中国婚礼最重要的不是浪漫，而是热闹到全场都嗨起来。但最让我感动的是，所有人都真心想把这份幸福传给新人，每一句祝福都很热情，很真诚，很有温度。中国婚礼教会我的第一件事情是，幸福不是安静的，是吵吵闹闹共享的。第二件事情是，有时候人多，声音大，就是一种爱。第三件事情是，即使我这个第一次参加婚礼的外国女生，看起来手忙脚乱，喝得有点晕，一直在问这是什么流程，大家还是会热情地拉我一起笑，一起吃，一起闹。这大概就是中国式人情味。你可能会觉得累，但你永远不会觉得孤单。所以，如果你下次也参加中国婚礼，记得带上纸巾，带上好胃口，带上好心情，然后准备好加入这场大型、温暖、疯狂的人生庆典。这就是我第一次中国婚礼的文化冲击，也是一次让我永远记住的温暖体验。